我不跟你一块儿住，我不住。你都多大年纪了，心里没数啊？你多大年纪了？这40好几的老光棍了，还要跟你爹住一块儿，你心里没数啊？我选这么大的户型，就是为了照顾你方便。我用不着你照顾，我好着呢，我就住这儿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亲父子也得保持距离。这些年咱爷儿俩能够处成这样，那还就是因为北京到欧洲的距离。哎，距离产生美。行，来，反正房间给你留着，你爱住不住。哎，你是真不准备回去了？是啊，彻底回来了。怎么不欢迎啊？你这个人呐，不管人在哪儿，心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方圆30公里。别啊，虎父无犬子，守身如玉这事儿你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。你得了吧，这嘴上说自己是渣男的人呐，往往都是老实人。这世间的情债啊，那都是一笔一笔理不清、算不明的烂账。你欠他的，他呢又欠他的，千丝万缕都互相勾连着呢。欠了就得还啊，但未必啊还在同一个人身上。你欠玫瑰的，傅家明替你还；傅家明欠他的，以后谁来还，那就不知道了。爸，来喝酒，别聊我这事儿了。来说说你吧，你那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怎么样了？拍上了吗？指日可待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可是个大 IP， 大投资、大制作。啊，到时候再请点大明星啊，再请个大导演。那看来你这版权费没少赚啊。钱什么的我没放在心上。哎，咱国内拍出来的电视剧，法国那边能看到吗？能啊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爸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妈在法国看到你拍的电视剧，你就在她的面前扬眉吐气了吧？那怎么了？不行吗？行，行。自己一人喝呢？来，哎呀，爸妈替我打听了，说小布丁是第3代，又没有学校户口，还上不了附小。他才4岁，他马上就5岁了，那上小学不是一眨眼的事儿啊。你们这俩高知爹妈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那也是想离爸妈近一点。那要论书香门第，还是这边有氛围啊。哎，这回买房也是买得起，要不是你借我们那笔钱，还真没那么快就付起首付。什么借呀？老方当年创业是我哥借给我们的启动资金，是我要谢谢你们。那钱不是早就连本带利的还我们了吗？一码归一码，这钱我肯定得还给你。行，等我缺钱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找你们催债。你说怀孕的时候吧，老觉得生孩子就是最大的一个关卡，结果养比生难。喂奶、生病、上学，一关接着一关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哎，你要不要找刘大夫看看？我觉得你最近有点焦虑。哪个当妈的不焦虑？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说生孩子一定要趁早。40了，孩子还没上学，
等到他青春期了，我又赶上更年期，我哪有精力啊？你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！我跟你说，不操心，自然有别人操心。谁啊？你哥啊？他操什么心啊？别人都是中年危机，你哥是中年躺平。哎，他心怎么就那么大呢？那公司好几笔账都没追回来，也不着急，还成天乐呵呵的。那就说明这件事压根儿不值得操心。除了生死，没什么大事儿。开心点儿 ，Happy wife, happy life。你越来越像一个人了。他们说，记住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活成他的样子。小初，你得看着老爷好好做这些康复动作啊。嗯，妈，怎么我就没传到你的遗细胞了？那每个人天赋不一样啊，你不随你爸吗？你看你逻辑思维能力多强，动手能力多强，是不是？你看你做这些模型，多棒啊！妈妈啊，等我毕业了，你得送我个大礼。我今天过生日，你什么都没送，你还有脸问我要礼物？我送了，不是给你弹的生日快乐歌吗？就那首那么简单的曲子，你能错俩调？不是弹错了，我那是变调。行，那你说说，你要用这首曲子换什么礼物啊？我还没想好，反正你先答应就行了。小学毕业就要礼物了，那大学毕业还不得要我命啊！去睡觉了啊！晚安，妈妈晚安。喂，耿生，是我。谁？文总，您的咖啡。谢谢。都来了，咱们今天得加个班，把这个方案确定了。喂，我今天得晚点回家，你去接儿子吧。我去接儿子。行吧，那你加班，你晚上早点回来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好。我老婆临时说要加班，我得去接儿子。那这方案就拜托你们了。是吧？啊，我走了啊。慢走。财务报表你看了吗？看了。分红收到了吧？已经打给我了。这么多钱，你打算怎么理财啊？唉，懒得搞那些。你好像从来对赚多少钱都不在乎似的。谁说的？我很在乎的，好不好？只不过我觉得钱是工作带来的附加价值，你把事儿做好，钱自然就赚到了。如果只盯着钱的话，什么事儿都做不成，是吧？对，金钱是通往最终价值的桥梁，可是人不能栖息在桥梁上。这还是你教我的。我还跟你说过这种大道理呢。嘴没说，身体力行。喂，嗨，你还欠我顿饭呢。记着呢，说吧，吃什么？吃什么都行。那我选好了告诉你。好。你好，哎，您好，那个 A05，咱们这边哦小心好嘞台阶，注意脚下啊。就是这桌。哦，谢谢。好。
洪松涛，哟，来了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这么多年一点儿都没变。这都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可能不变？这种寒暄就不必了啊。哎，不拥抱一下？快坐。怎么样？有孩子了吧？有个儿子，5岁了。你呢？还没有，不过我又结了一次婚，然后又离了。先点菜吧，边吃边聊。我来吗？你来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没变。行，那我先看看。干杯啊！再点个这个。我去趟洗手间啊，等我一下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的口味没怎么变。看出来了，这家店味道挺不错的。怎么样？你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还行还行，都挺好的。你呢？我也不错，按部就班嘛。回北京多久了？快10年了吧？这么久了。怎么都没让我知道呢？你想知道吗？开玩笑，我觉得没必要让你知道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幽默？那怎么着？现在突然又让我知道了？啊，是这样，我们俩之前住的那套房子，我打算卖掉了，但是房本是我们2个人的名字。再说买房的时候你也出了钱，所以如果我卖这个房子的话，得先跟你商量商量，看看你的意见。我没意见啊，本来就是你的房子。那行，价格我跟买家都谈好了，就是回头过户的时候，得麻烦你跑一趟。我们之间要再说麻烦，就有点见外了。谢谢。你好，餐单。谢谢。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，还没吃密西餐啊？还差这一顿，就差这一顿。你好，按预定的餐单上吧。好的。嗨，太忙活了。放心吧，您都是你爱吃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2位请慢用。白酒炖青口。这个时间太长了，我们时间来不及，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？三明治。S'il vous plaît. Un fromage chèvre céladon. 你这人怎么还记仇啊？可不嘛，当年您就是因为没吃到这道白酒烩青口跟我分的手，我永世难忘。今天是为了补偿你的。彻底被你形容成吃货了。来，尝尝。谢谢。那年在巴黎，匆匆忙忙的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那么些年，一直没有机会请你吃这道菜，是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条坎儿。今天吃上了，就可以彻底翻篇了。
你别碰瓷儿，我跟你说啊，自己没正经谈恋爱，你就怪我给你留下心理阴影了。也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对谈恋爱没有激情和冲动了。你才多大呀？怎么把自己说的老态龙钟的？我跟你说，人生40才刚开始，在这之前都是做调研。你这话不会是过生日那天给自己打气用的吧？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荣格说的，人家可是活到86岁呢。我跟你说。哎，对了，现在那么多 dating app， 你没试试？哎，注册过几个，总被人举报，说我是杀猪盘。也是哦，海外留学，外企高管，单身，爱运动，无不良嗜好，再配上你这张脸，是挺像的。你说我冤不冤？啊，冤吧？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？你一直遇不到合适的人，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。啊？我承认，我之前心存幻想过，以为跟你还有可能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之间的区别。哎，还记得那个电影吗？午夜巴塞罗那。我觉得你就像 Scarlett 演的那个姑娘，对爱情毫无畏惧，充满好奇，在每一段感情中都能成长。结束了，就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黄一梅，然后再开始下一段感情。而我呢，更像Rebecca好那种人，有些古板，但是一旦认定了某种目标，就不被其他所动了。所以呢，我这种人，不管到了多少岁，有多少成就，在感情上仍旧像个孩子，哭着闹着想要拿回那个已经找不回来的玩具。为爱执着才是爱，为执着而爱是钻牛角尖儿。精辟。所以我想好了，也准备好了，不能再这么幼稚下去了，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一场恋爱。Bonne chance。Voici。哎，吃完了。行，来了。这取个外卖取这么长时间，都饿懵了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哎，你昨天接儿子挺顺利的吧？啊，顺利。啊，嫂子一直加班来着。可不是嘛，都9点多了才到家。怎么了？你要说什么啊？没事儿。有事就说，怎么还吞吞吐吐的？昨天晚上，好像啊，好像啊，真的看着嫂子了。怎么可能呢？他在公司加班，你去他公司啊？商场一个餐厅，跟一个男的吃饭呢。
你认错人了。我这反正看，就是肯定是没看清。你看看这是他吗？这不就是他吗？见客户呢，他现在的工作一半都是社交。哦，那挺好，忙点人啊。昨天不是让你们加班把那个方案给定下来吗？你怎么去吃饭去了？是我们这定的很顺利，然后我就跟客户沟通去了。这么晚回来啊？嗯，公司加班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这一间是主卧，这儿啊还有一间书房。啊，这2年啊，公司的业务慢慢转移到北京了，我在北京的时间也越来越久，住酒店嘛，总归是不太方便。有了这房子啊，在北京也算有个家了。你公司不是在开发区吗？住这么远，不是比住酒店还不方便？但至少离你们俩近。哎，对了，带你去看一下小初的房间。来，来。这个房间就是小初的。啊。他不是喜欢黄色吗？都挑了一些，并且啊，这间房是东南朝向，紫气东来，适合读书。喜欢吗？小初肯定喜欢，他最喜欢在飘窗上看书了。这有一套钥匙，你自己给他呗。你别误会啊，我没有要争抚养权的意思。如果小初他愿意的话，住多久都可以；如果他不想住，我也不会勉强他。小初都长大了，现在争抚养权，跟谁得听他的，不至于的，老方。哦，这位置挺好的。离小初学校也近，他来你这儿呀，正好你可以帮他辅导功课，数学、物理那些，再过2年我是教不了了。我辅导啊？那看来我也得好好温习一下。不过呀，也不用太在意他的成绩问题，大不了我给他送国外去。哎，你不是最讨厌海归吗？啊，我啊，就讨厌那么一个。哎，妈妈，快看我画的怎么样？真不错。那上头是什么呀？是云彩吗？这个是超大坚果。都回来了。哎，爸回来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啊？公司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提前回来了。正好你儿子要吃薯条，正点外卖呢。你要吃什么？给我来个汉堡就行了。哎，昨天加班，今天没加班哈？那也不能每天都加班呀。也是，要不然谁去接儿子？哎，昨天为什么加班来着？弄个合同。一直在公司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爸爸画的怎么样？儿子画的真好。对呀，那恐龙脑袋顶上那什么呀？这个呀是坚果和未来动车高铁城，就是未来动车高铁城呢和它战斗，这是它的炮管，然后这面呢是它的发射管。
什么了不起？跟谁生气了？我们模型小组的乔子瑜，他爸带他去做了一次模拟飞行舱，回来给我一个劲儿的嘚瑟，还说我们没见过世面。那你没跟他说你从小就上海、北京来回飞，你坐过无数次飞机了？我说了啊，可他说坐飞机跟开飞机不是一回事儿，驾驶舱里那些按钮跟显示屏跟科幻片似的。哎，妈妈，我也想坐模拟飞行舱。北京有吗？有啊，乔子瑜他爸就是带他在平谷做的。啊，多少钱？1999。哦，这么贵？算了啊，我给你 app 上下载个飞行游戏玩玩得了。你答应毕业送我礼物的，我就要这个。那我也没答应送你2000块的礼物呀。不到2000啊，1999。超预算了。那要不然这样，我给你出1000，剩下的从你压岁钱里扣，好吧？压岁钱已经买 Switch 了，那你自己挣啊！你平时做家务，我是不是都给你奖励啊？擦一次桌子才1块钱，把桌子擦掉7成多，1000块。不到1000，999。黄女士，哎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小朋友来这边请。这个您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模拟舱的介绍。好，我们基地的模拟舱体验是非常逼真的，座椅全方位转动，它可以模拟飞机起飞时的高度以及转向的感觉。哎，这些飞机都是可以飞的？对，我们公司有很多型号的固定翼小型飞机。2座的是 SA60L， 还有一架希瑞 SR20。每年呢都会有很多学员来我们这里考飞行驾照，也会有飞行体验的课程。那有真飞机开，谁还有模拟舱啊？这个飞行体验是什么费用？10分钟是1999，半个小时是2999，还有1个小时的，我就要1个小时的，现在可以吗？那我帮你问问现在有没有教练，您稍等。哎，因为我就1000块钱预算，你自己想做就舍得花钱了。挣钱的是我，少废话。钱等我回去用电脑网页转给你。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先给你写一张借条。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离婚那会儿不是都已经还我了吗？就算现在不给，我也没话说呀。那时候的房价能跟现在的房价比？那你现在给我，我不是也接着了吗？哦，看到你了。然后我现在高兴啊，还是在我们能做朋友，跟小时候一样。童年的小伙伴。你为什么要卖房子啊？方便说吗？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最近在做一些投资。什么投资啊？各个方面的投资。不都说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？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？艺术品收藏。先说好了，名家大师的作品就算了，我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。但是我听说一些画家在没成名之前的作品很便宜，成名之后翻个几10倍、上百倍都有可能。有没有这种机会？这个还是得看运气，而且审美这种事情很个人的，还是得考验艺术鉴赏力。对，所以啊，我打算虚心的向童年的小伙伴好好学习一下。学习谈不上。上车。黄女士，这位就是今天带您体验的飞行教练何西。你好。你好，何西啊，你爸妈该不会是3毛的书粉吧？3毛流浪记。啊，算了，那这个是要给你吧？好的，我帮您拿东西。何教练，那交给您了。跟我来吧。好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坐的飞机。
它是一架正常类的4座希瑞飞机，拥有整机的降落伞，号称空中宝马。一会儿在飞行之前，我会做一个正常的航前检查。二位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好。好，跟我来吧。起飞之前，我先教一下你们上飞机的方式。上之前，手把住把手，脚踩在脚踏，踩住防滑垫，跟不上。慢点啊。这边您先签个字。好的。哎，大人先上，坐后面压舱。好。好，现在可以系上安全带，戴好耳机。准备好了吗？快起飞吧。 9拐拐腰，检查好，请示开车。可以开车。9拐拐腰。9拐拐腰，请示滑出。9拐拐腰，可以滑出。不让我到口外等待。妈妈，我好兴奋。 做好准备，感受一下大坡度盘旋。向左旋转就是向左飞行，向右旋转就是向右侧飞行，向后拉就是爬坡。来，感受一下。跟你说了吗？你给我拍照片了吗？废话，是不是比模拟舱好玩？那当然，什么破模拟舱啊！我跟你说了，没劲。慢点啊！模拟舱可没有真飞机好玩。慢点。如果是为了炫耀的话，真飞机当然更拉风。可模拟舱有模拟舱的用途，也说不上破吧？跟游戏厅里的赛车似的，比真飞机差远了。那是1代，2代增加了很多功能，体验也更逼真。不过我还没设计完。 你设计的？你怎么设计的？能让我看看吗？你这么大看得懂图纸吗？我看得懂，我还照着图纸做个这么大的飞机模型呢。模型是模型，模拟舱是模拟舱，你还是先考上大学吧。不用吃完啊。走了啊。哎，那是妈妈，妈妈。哎，苏总。哎，
妈妈还没下班呢，一会儿再回来接她。啊。回来了，妈回来了。嗯，怎么又吃这些啊？头2天不是刚吃过吗？爸爸带我去买汉堡、薯条，没等你。啊？为什么不等我？因为你要工作呀。我们看见你走进去了。我们去接你了。嘻嘻嘻，我给你吃了。看见你从一个人车上下来，回公司。布丁，少吃点薯条啊，多喝点牛奶。啊，知道了。补充点营养。同事啊，谁呀？蓬松涛。蓬。睡了。嗯。见完前夫挺开心啊。吃醋了？我为什么要吃醋啊？我是好奇，他不是出国了吗？你们不是一直没有联系吗？他有个房子，写的是我俩的名儿。现在他要卖，今天跟他去过户了。你们还一起买过房子？以前他单位分的福利房，当时要10万块钱，他拿不出来，我帮他垫了2万。离婚的时候呢是还我了，但是那个时候着急出国，所以没有办过户。2万块钱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。是啊，所以他这回卖房会再转我一笔。知道我为什么开心吗？因为有钱分。不然呢？嗨，那早说呀，那碰都碰上了，那不叫上他一块吃个饭？真的，不管他是不是你前夫，那也是你从小的朋友嘛。我跟你朋友请他吃个饭聊聊天，不很正常吗？有机会啊。过2天我带他去画廊，你去不去？你们还要见面？他要做艺术品投资，想让我帮着参谋参谋，去不去？就问一遍，去不去？去，为什么不去啊？刚好我也学学。去。离婚10几年了，房子没过户，你信吗？哎呀，周啊，那不正好说明人家之间没有纠纷吗？对吧？你说现在这人真撕脸了，那别说房子了，那袜子都得一人一整，真的。再说现在这房子不都已经过完户了？那你说这人家以后不联系不就完了？我也以为不联系了呢。
他又约苏苏去看画展，说想学艺术品投资。那你这块儿啊，你这个心胸啊、格局你就得打开。你想啊，人家离婚了还能做朋友，那更证明人家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还不大度啊！我说什么了我？当年苏苏要买一居室，死活不用我的钱，没想到居然跟别人一起买过一个房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他最信任的人呢。你说你用自己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过去，多累呀！你说你非要给自己找个假想敌，你说这个人他有什么能让你吃醋的呢？有钱，没你有钱；长得帅，没你长得帅；那脸，那起码呢比你长这么多，马似的。找我差不少，是吧？那差太多了。当年分开也是说明他俩不合适，对吧？各方面都不和谐。苏苏选我也是因为我比他更优秀。那你太好了，真的，有点自信好吗？看画展嘛，是吧？对，无所谓。雨落在额头，风吹满了衣袖，我穿行过路口，换车，各站停留，烟火里有邂逅，告别里有自由，愿我这一生成与我自己伴游，爱过谁都是最好的，却非必选的。还有风在吹，就有好运在路上，幸福当是我自己的，无需谁在